多倫多大學坐落在加拿大最繁華的城市核心，如許多歐洲大學一樣，多倫多大學並未被圍欄圈定出所謂的校園區域，而是多棟獨立且各具特色的建築環繞在女王公園附近。它被公認為加拿大綜合實力第一的頂尖學府，卻始終保持着一種古典而寧靜的氣息。它的校園十分龐大，甚至連女王公園及其南側的安大略省議會大廈都建在學校的地盤上。多倫多大學有3個校區，聖喬治校區位於多倫多市中心，是主校區。另外2個校區為斯嘉堡校區和密西沙加校區，分別位於多倫多的東西四郊。這片美麗的校園如同鋼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一片綠洲，使人忘記了自己置身於世界上最活躍的大都市之一。多倫多大學的校園本身就是一座開放的博物館，不少著名的電影都在它這裡取景，如《哈利波特》等。下面我們就分別介紹一下多倫多大學最著名的一些景點：國王學院廣場和圖書館、士兵塔、哈特樓、三一學院和大禮堂等等。多倫多大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27年，當時還叫國王學院。學校最早的校址就是今天的聖喬治校區，它是由英國國王喬治4世簽署憲章所創建，而這片地原是荒野和農田。當時的校長曾在開幕典禮上說：“我們的校園將成為文明的花園。”如今，這片花園以綠樹成蔭，也是整個校園的心臟，每天迎來全世界超過10萬的學員。大學學院本身便是多倫多大學最古老、最具傳奇色彩的建築之一。它採用羅馬復興風格。大學學院圖書館有一個獨特的說法，每一扇窗都是一幅畫，因為圖書館的窗框設計利用了明暗對比、石雕紋理，再加上透露的自然光，讓窗景像是真正的油畫。士兵塔也叫騎士樓，這座高達134英尺的鐘樓建於1924年，是為了紀念在1戰與2戰中犧牲的多倫多大學校友。塔內刻有近1200個名字，塔內擁有加拿大最著名的鐘琴之一。每當鐘聲響起，一種莊嚴肅穆、緬懷先烈的感覺就油然而生。哈特樓，學校的信息中心設在哈特之家的 Hart House， 這是一座建成於1919年的哥特式建築，外表像一座古老的英式莊園。如今它是學生文化中心，是多倫多最活躍的學生社群空間。哈特之家最傳奇的地方是辯論廳。1929年，一場關於婦女是否應參與政治的辯論在這裡舉行，場面火爆，甚至吸引報紙在第2天頭版報道。無數政治家、哲學家曾在這裡站上講壇。據說2戰時，軍方曾在這裡舉辦了秘密會議。三一學院是多倫多大學最具英倫範的學院。1851年，加拿大教會主教小約翰·斯特拉漢立志建立一個無比虔誠、無比嚴格、無比精英的學院。他還專門向維多利亞女王申請了特許狀，女王批准，取名 Trinity。雖然目前學生大多不是聖公會教徒，但是三一學院還保留着零星的聖公會傳統，包括自己的章程、理事機構管理、控制和維護。學校裡甚至還有一座自己的教堂。學院多年來極力推崇英式教學，晚餐時學生必穿禮服。據說三一學院的食堂就是電影《哈利波特》的取景地，遊客也可以在此享用便餐。維多利亞學院的建築也別有一番特色，仿佛一座歐洲古堡，整體氛圍比較偏人文，注重傳統與人文精神。
這裡也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。大禮堂從1907年落成至今，每年數萬名學生在這裡領取人生的第一張重要證書。許多畢業生說，走進大禮堂的那一刻，會突然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努力。大禮堂圓形結構像倒扣的船體，有人認為它寓意着人生起航，也象徵着知識帶來的力量。除了畢業典禮，大禮堂還舉辦過無數歷史性演講，包括甘地、丘吉爾、達賴喇嘛都曾在此發言。它是多倫多大學最戲劇化的空間之一。1921年，醫學院的2位專家在這裡發現了胰島素，成功拯救了全球無數糖尿病患者的生命。這一發現讓他們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。在科技領域，多倫多大學被稱為人工智能的搖籃。傑弗里·辛頓教授在這裡開創了深度學習的基礎理論，他的學生遍布 Google、OpenAI、NVIDIA 等世界頂尖 AI 實驗室。有人說，如果沒有多倫多大學，就沒有今天的 AI 革命。遊覽多倫多大學，或許這裡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學校，也不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學校，但是這裡的安靜與美麗，這裡的開放與包容，都讓來過這裡的人流連忘返。